楚风，楚风哥哥。当月仙注视到楚风的同时，苏柔与苏美也都看到了楚风。相比于月仙单纯的震惊，苏柔、苏美二人的情绪可就更加汹涌。苏柔还好，只是面带笑容，而苏美则是高兴的又喊又叫，将她的激动与喜悦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楚风哥哥，哈哈，真的是他，真的是他！我就说我不会感觉错，我怎么会感觉错呢？那可是他的气息，我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怎么会错？苏美激动不已，不过她那喜悦的尖叫，只有苏柔以及月仙听得到。可感受到苏美激动且狂喜的情绪后，月仙的脸上也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毕竟他看得出来，眼下的楚风乃是在救他们。楚风，你找死！而眼见着楚风在自己的面前如此凌虐自己的师兄弟，那魂雷短暂的愣神后，也是将自己心中的怒火爆发开来。可是他还来不及对楚风出手，楚风已如鬼魅一般来到了魂磊的身前。只听突的一声，楚风手中的长剑已是刺穿了魂磊的丹田。魂磊望着眼前的楚风，眼中尽是难以置信。楚风的修为竟然与他一样，达到了9品至尊的地步。可是明明先前楚风在使中多种手段之后，修为也只是能够达到8品至尊。正因修为不如自己，楚风才会被自己吓得逃窜，甚至慌不择路的逃窜到了魔窟之中。怎么这转眼的功夫，楚风的修为就与自己一样了？这一次可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楚风看着魂磊，随后手中长剑猛然一挥，鲜血喷洒之际，魂磊的身体已被斩成2段。他可不是修为被废，而是已经失去了生命特征，死了。眼见着魂磊死去，锁魂宗剩余的弟子哪敢怠慢，一个个的转身就要逃脱。本来你们有些人可以活，但现在你们全都活不成。若有来世，你们记住，有些人不是你们能够动的，若是动了，那后果便只有一个死。楚风此话说完，锁魂宗众弟子已经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可只见楚风手中长剑猛然挥动，几道剑气便飞掠而去。人们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听到，但人们知道锁魂宗的那些弟子全都死了。人们能感受到他们的气息虽有残留，可生命却已在那剑气追赶上他们的时候便被终结。而人们在看向楚风，眼中也是尽是恐惧。他们恐惧的不仅仅是楚风抹杀掉锁魂宗这些弟子的手段，而是楚风进入了那魔窟之中，不死也就算了，怎么修为还增进了？楚风的身上依旧缠绕着雷纹、雷霆铠甲以及天赐神力等3重手段，可他的修为却不再是8品至尊，而是9品至尊。这也就说明楚风的真正修为不再是5品至尊，而是6品至尊。楚风的修为突破了，何时突破？必然是在进入魔窟之中突破的。魔窟本就是危险之地，但却还能在那种地方突破修为。人们觉得楚风身上所掌握的手段已经难以想象，但楚风的表现可不仅仅吓坏了在场的人，修炼境地外也有人被吓坏了，那便是霸星山庄的庄主。该死，那丫头竟有如此帮手！霸星山庄庄主已经知道仙洞内发生的一切，此时他已经彻底停止催动阵眼内的阵法，脸上布满了惊恐的情绪。庄主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要如何才能阻止那妖女？这大殿内的霸星长老们也知道了发生的情况，他们也都非常的慌张。阻止不了，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去，现在就去将我庄所有宝物全部收起来，我们必须尽快撤退。霸星山庄庄主说道。撤退？我们难道要离开霸星山庄？庄主大人，那妖女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她的修为不是还很弱小，就算将霸星仙草炼化，也不至于连您也难以抗衡吧？许多长老问道。你们不懂，他不是寻常人，他不是寻常的修武者。霸星仙草的力量若彻底为他所用，其修为将有极大的增进，而以他的性格，必然会报复我庄。我霸星山庄将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霸星山庄庄主说道。看着霸星山庄庄主那凝重的表情，霸星山庄长老们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于是乎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要在月仙出来之前逃离这霸星山庄。此时修炼境地的仙洞内，人们并不知道霸星山庄已经准备全员逃散。楚风看着月仙，月仙看着楚风，他们没有说话，而旁人也是不敢说话。一时之间，这仙洞之内的气氛颇为奇怪。诸位还要看热闹吗？忽然一道声音打破了此地略显奇怪的氛围，是圣光金安。圣光金安此话一出，众人也是反应过来，纷纷转身离去。胆大的还会与楚风告别，胆小的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转眼间此地就只剩下了楚风以及月仙。原来真的是你在帮我，进步的怎如此之快？月仙终于开口，他看着楚风，话语尽是感慨。毕竟当初一别时，楚风还很弱小，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陷入危难之际，楚风会是来救他的人。的确是有些长进，可能运气好吧。楚风笑了笑，旋即问道：前辈，小柔小美可还好？他们很好，不过眼下我需要做一件事，可否等一等？我会让你们叙旧的。月仙问道。前辈请。楚风明白月仙要做什么，而楚风此话说完，月仙便再度盘膝而坐，开始继续炼化霸星仙草的力量。通知闭关码字，今天没办法出关了，很抱歉这个时间才通知到家，不过我也没办法，我本来想着来得及一直拼命写，但是实在是来不及了，无奈只能宣布今天的更新延迟到明天，不过明天会有加更哦，具体多少我不说，大家拭目以待吧。我宣布勤劳的蜜蜂就要回归了。楚风眼下距离月仙很近，他终于能感受到月仙的修为，月仙的修为还是强于自己的，但进步却比楚风预想的要低。月仙现在的修为不过是7品至尊，难怪面对那魂类的威胁，月仙都会眉头紧皱。看到这样的月仙，楚风开始思索，
要如何才能安全的逃离这霸星山庄了？毕竟月仙只是7品至尊，虽然比之当初和自己告别时也是有了极大进步，但很显然，这样的进步无法对抗这霸星山庄。在禁地内，有着禁地独特性守护着他们，可若离开禁地，就要面临霸星山庄庄主那等5尊境高手，除非自己体内的神鹿愿意帮助自己，否则楚风还真想不到能够安然逃脱的方法。可是那神鹿却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他是否愿意帮自己，全看他的心情。一时之间，楚风也是眉头皱起，真是越想越不乐观。可忽然间，有耀眼的光华在这仙洞之内绽放开来，注目观望，楚风发现那散发着光芒的，竟然是苏柔和苏美。不，那不是苏柔和苏美，准确来说，那是月仙。月仙的体内散发着耀眼的光华，那光华不仅刺眼，更是蕴藏着强大的力量，就宛如他们的体内蕴藏着2颗太阳一般，让人难以直视。若不是楚风结界之术强横，哪怕只凭借武者的修为，他也不可能直视此时的月仙。这霸星仙草具有如此力量，楚风看着此时的月仙，感觉十分的震撼。修炼至宝，天地奇物，楚风见过太多，并且也从中受益很多，但还从未见过像月仙这种能有如此大变化的。楚风能够感觉到月仙的修为正在快速攀升，8品至尊、9品至尊、1品5尊、5尊，那至高无上的境界，月仙不过眨眼间就已经达到，并且他的修为还在继续攀升，并没有停下的意思。但是到了5尊境之后，月仙的修为似乎得到了某种保护，楚风已经无法感受到他的具体修为，但楚风却知道他的修为绝对没有停在1品至尊，他的修为仍在攀升着，他的突破仍在继续，而一切的来源都是那霸星仙草，是那颗霸星仙草赋予了月仙如此强大的力量。霸星仙草都具有如此力量，那么我体内的霸星魔花必然也不简单，难怪它在我体内会给我如此大的威胁。楚风不由得观察起自己的体内，在自己的体内有着一颗黑色的花，这花朵枝干、叶子、花朵都是漆黑之色，尤其那花朵看上去更是异常的诡异，花瓣如同牙齿一般，一看就非善类，且整朵花由内至外不断散发着黑色的气焰，这便是霸星魔花。楚风进入魔窟之中，魔窟内散发着恐怖的力量，按理来说有那力量在，楚风莫说靠近霸星魔花，想在里面长时间停留也是堪比登天。可是诡异的是，楚风进入其中，那恐怖的力量竟然开始退避开来，而楚风按到霸星魔花也是异常的顺利，且当霸星魔花入体，便立刻产生了反应。虽然霸星魔花并未被楚风所炼化，可霸星魔花进入楚风体内的那一刻，就释放出了磅礴的天地能量，那天地能量无需楚风炼化，便融入灵魂之中。楚风的修为也在那一刻瞬息突破，连雷劫都未引发，便直接突破了。这也是为何楚风能够那么快就来到此处替月仙解围的原因。虽说霸星魔花的帮助下，楚风的得以从5品至尊突破到6品至尊，可楚风对这霸星魔花却非常的警戒，正因警戒，才没有将它放入丹田之中。因为这霸星魔花给楚风的感觉非常的不安，这是花如其名的存在，它魔气滔天，楚风害怕霸星魔花若是进入丹田，会像神树种子一样，不仅不能转化为自己的修为，反而会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可是现在，当楚风看到霸星仙草带给了月仙如此大的收益之后，楚风却动心了。霸星仙草与霸星魔花齐名，既然霸星仙草能有如此力量，那霸星魔花必然也是不同凡响。倘若霸星魔花的力量能够为自己所用，那自己也很有可能会像月仙这样突飞猛进。终于，月仙身上的光芒散去，而他也终于起身。楚风，在此等我。月仙话罢，便离开了此地，速度太快了，楚风还未反应过来，月仙的身影已是消失不见。但是很快，月仙又回来了。前辈，您去做什么了？见月仙回来，楚风起身问道。可忽然，月仙一个箭步便窜到了楚风面前，随后直接扑入了楚风的怀中。前辈，您这……被月仙突然这样抱住，楚风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月仙投怀送抱，楚风不知所措，毕竟她可是清玄天的女人啊。可很快楚风发现，那扑入自己怀中紧紧抱住自己的苏美，居然忍不住在自己的怀中咯咯的笑出声来，这让楚风意识到自己好像是想多了。小美，是你？楚风抓住小美问道。哈哈，我说楚风哥哥，你该不会刚刚抱你的真的是月仙姐姐吧？你怎么心跳的这么快啊？你该不会是喜欢我月仙姐姐吧？苏美仰着小脸笑嘻嘻的说道。怎么可能？我是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楚风说道。没反应过来？喂，咱们认识那么久，你连我都分辨不出来吗？男人啊，男人果然善变。估计我和姐姐不在的日子，你又找了不少新欢吧？实话实说，是不是已经娶妻生子了？娶了几个妻？几个妾？生了几个孩子了？苏美对楚风接连问道。你这都是哪和哪啊？我们距离上次分开也没有特别久，我哪会生那么多孩子？再说了，我和谁去生啊？楚风一脸委屈。你那么花心，那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苏美仰着小脸说道。我冤枉啊！楚风欲哭无泪。好了，小美，你就别逗楚风了。此时，倒是站在身后的苏美开口了。哎呀，人家开个玩笑嘛。楚风又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苏美看了一眼自己的姐姐苏柔，随后又对楚风说道。楚风哥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刚刚解救我们有功，月仙姐姐给了你一份大礼。什么大礼？楚风问道。她让我和我姐姐可以陪你一夜。苏美说道。真的？小美，你可别骗我呀。楚风说道。当然是真的，这种事我怎么会骗你呢？不过只有一夜哦，明日天亮，我们就要和月仙姐姐一同离开此地了。苏美说道。哈哈，今日不同往日，一夜也是足够了。楚风甚是欣喜，
一把将苏柔和苏美抱在了怀中。对了，你们的月仙姐姐刚才去做什么了？方不方便告诉我一下？楚风有些好奇，月仙刚刚去了哪里？还能干嘛？自然是教训那霸星山庄庄主。不过那个家伙太鸡贼了，居然跑了。苏美说道。跑了？这么快？这么说来，他早就知道，若是月仙前辈能够将那霸星仙草炼化，便会对他产生威胁。楚风问道。他当然知道，他知道月仙姐姐的能力。这霸星仙草蕴藏仙力，与月仙姐姐的血脉之力完全符合。正常来说，根本没有人可以将霸星仙草直接炼化，但月仙姐姐不仅可以，还可以完美融合，将霸星仙草的力量完美融入体内，转化为修为。现在的月仙姐姐可是相当的厉害。苏美说道。小美，月仙前辈现在是何修为？楚风问道。这个嘛，保密，不告诉你。苏美说道。和我还保密啊？楚风问道。和你怎么就不能保密了？苏美仰着小脸说道。臭丫头，还敢和我保密？我看你是忘记我有多威风了，我这就让你想起来，你楚风哥哥我的厉害。话罢，楚风便倾向了苏美，并且手也开始不老实起来。至于苏美，别看调皮，可她对楚风的爱意却非常浓烈。和楚风分别的日子，更是十分想念楚风。别看之前还十分调皮，可当楚风亲到她的那一刻，苏美便立刻变得乖巧起来。小美，别忘了月仙姐姐的话。忽然，苏柔轻咳了一声。啊，不行！听到此话，苏美才恍然大悟，一把将楚风推开。见状，楚风笑了笑，随后将目光投向苏柔。怎么，我的柔柔吃醋了？乖了，我对你们姐妹的爱是一样的。话罢，楚风就要亲吻苏柔。不行啊，楚风哥哥！见状，苏美则是一把拉住了楚风。怎么了？你们姐妹俩怎么还争风吃醋起来了？这不像你们啊！楚风叹道。苏柔和苏美都是自己的女人，女人天生爱吃醋，可她们两个却并非这种人。莫说姐妹两个不会因为楚风闹别扭，与紫菱相处的也是非常愉快，但眼下二人的举动明显不太对劲。想什么呢？你是月仙姐姐？苏美狠狠地敲了一下楚风的脑袋。月仙前辈，她怎么了？楚风问道。你真不懂假不懂啊！月仙姐姐还在我们体内呢，我们如果做了什么，月仙姐姐也能看到。苏美说道。准确来说，你现在抱着我们，也等于抱着月仙姐姐。苏柔补充道。听闻此话，楚风脸色大变，赶忙将怀中的两位美女松开。这也太憋屈了！看着面前这两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女人，楚风真的是快要哭了出来。好了好了，别委屈了。月仙姐姐说了，再过30年，她就让我们恢复自由了。苏美说道。30年？真的吗？听闻此话，楚风也是有些高兴，毕竟30年相比100年之约，可是缩短了极大的时间。是啊，月仙姐姐向来说话算话的。苏美说道。你这丫头说话我不太相信。楚风有些半信半疑，随后看向苏柔。相比于苏美，苏柔还是靠谱一些。没错，我可以证实。苏柔嫣然一笑，别提多美了。本来楚风听闻100年变30年还挺高兴，可是看到这迷人的苏柔，再看看那甜美的苏美，楚风猛吞了一下口水，随后仰天咆哮。可是30年还是太久了呀。好了，楚风，你就别委屈了。月仙姐姐对我们可是非常不错的。苏柔对楚风说道。是啊是啊，月仙姐姐对我们可是非常的好呢。苏美也是连连点头，对其姐姐的话表示赞同。而看到这两个丫头对月仙一口一个姐姐，叫的那叫一个亲切，并且处处顾及月仙的感受。楚风也知道她们姐妹和月仙的感情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真的相处的不错。忽然，仙洞内的阵法力量散去，紧接着仙洞之内开始出现道道裂痕，裂痕急速蔓延，转眼的功夫就覆盖了肉眼可见的所有岩壁之上，甚至碎石开始脱落。这仙洞已是摇摇欲坠，随时都会崩塌。传闻竟是真的，这里要崩塌了。楚风眼见情况不对，便带着苏柔和苏美离开了此地。当他们离开仙洞之后，发现不仅仅是仙洞，而是整座山脉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痕，远处更是有滚滚浓烟冲天起，已经有部分山脉开始塌陷。传闻果然属实，当霸星仙草和霸星魔花同时从这山脉内消失后，这片浩瀚山脉果然难以支撑。不过还没有等到这山脉彻底崩塌，楚风就已经离开这片山脉。毕竟这不是楚风的领土，楚风对他没有任何感情，他存在或不存在，楚风并不在意。而一路走来，楚风看不到任何人的身影，不仅仅是霸星山庄的人看不到，连其他人也看不到。而当楚风走出修炼禁地后，楚风才明白为何一个人的影子都看不到。霸星山庄所有建筑都被摧毁，滚滚浓烟化作乌云，遮蔽了虚空。曾经恢宏的霸星山庄只剩下了满地的狼藉。霸星山庄被毁了，虽然死去的人并不多，但传承多年的霸星山庄已经不复存在，这必然是月仙所为。虽说霸星山庄的人都逃脱了，可月仙的怒火却未消，让这霸星山庄覆灭，对他而言也算是一种解气的手段了。不过对于这些，楚风其实并不关心，楚风最关心的是在哪里能找到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因为他和苏柔、苏美在明天天亮之时就将要告别，这所剩不多的时间，楚风必然要好好珍惜，哪怕不能做楚风想做的事，楚风也要珍惜。最终，在一座湖边，楚风停了下来。这座湖泊除了湖水清澈之外，倒是没有任何特点，但是那包围了湖泊的草原却是有些独特。这里的草不是绿色的，而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草原上没有一朵鲜花，但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落在这样美丽的草原上，楚风没有运用结界阵法去打造豪华的宫殿，而就是这样和苏柔、苏美躺在草地上，享受着湖面袭来的微风，看着染红天空的落日，享受最自然的风光。此时楚风心情大好，但绝不仅仅是因为这美丽的风景。修武世界波澜壮阔，美景随处可见。
楚风其实早就看腻了，他眼下心情会如此之好，自然是因为陪伴着他的人，那便是苏柔和苏美。等到天黑之时，那漫天的繁星更是美不胜收，他们彻夜未眠，聊个不停。但问的最多的是苏柔、苏美，回答最多的则是楚风。苏柔、苏美太好奇楚风都经历了什么，才能如此的突飞猛进。于是楚风只能不停的讲，可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若要全部说完，10天10夜都是不够。于是后来楚风不再一味的去讲他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而是却和苏柔、苏美聊起了过去。当他们三人聊起青龙宗的那段日子，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之色。那个时候的他们其实都还很弱小，可那时的记忆对于他们而言都很宝贵，也是他们相处最多的日子。时间本就走的话很快，尤其在开心的时候，楚风三人还没有聊得尽兴，可那漫天的繁星便已然褪去，漆黑的天空在东方绽放起了微光，眼看着天已经渐渐亮起，楚风的情绪从喜悦变得有些低沉，他闭上了嘴，不再言语，而是紧紧地抱住了苏柔和苏美。苏柔和苏美也不问楚风为何突然不说话了，反而是乖巧地趴在楚风怀中。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当天彻底亮起，月仙就会带着她们姐妹二人离开，他们想安静地享受这最后的时光。终于天还是亮了，小柔、小美，你说我现在遮住这天空，让它变成黑夜，月仙前辈会不会让你们多陪我一会？楚风指着天空说道，他可不是在吹牛皮，现在的他完全具备遮蔽天空的手段。这是听到这句话，苏柔和苏美都却笑了，苏美更是忍不住对楚风说道，楚风，你当我月仙姐姐傻呀？难道她会不知道那是你的手段吗？苏柔和苏美都不怀疑楚风的能力，但却知道那无法欺骗月仙。楚风也同样知道，所以他刚刚说的只是玩笑话罢了。再见，不知何时了。楚风长叹一声，最晚不过30年。忽然苏柔和苏美同时开口，虽说二人的声音不一样，但语气却是一模一样。楚风赶忙放开了怀中的二人，并且立马站起身来。月仙前辈。楚风看着苏柔和苏美，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柔情，而是有些恭敬。他知道眼下的苏柔和苏美已不再是本人，而是月仙。果然，苏柔、苏美站起身来，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没有了之前的温柔和爱意。楚风，是我欠你和小柔、小美的，但你放心，这个债我会还的。月仙对楚风说道。月仙前辈，你要离开了吗？你打算去哪？楚风问道。我也不知道，但估计是要离开这九魂天河了。月仙说道。月仙前辈，其实还有一个事想要请教前辈。楚风说道。何事？你说吧。月仙说道。您可知道要如何炼化霸星魔花？楚风问道。霸星魔花，听到这4个字，月仙的目光有所变化。楚风，你可不要打霸星魔花的主意。楚风，你可不要打霸星魔花的主意。那东西与霸星仙草完全不同，倘若说仙草是帮人之物，那么魔花便是害人之物。月仙对楚风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凝重。害人之物，前辈，您是认真的吗？霸星魔花真的有那么可怕？难道它的力量真的不能为修武者所用？楚风问道。他是有些不甘心，毕竟本来他是打算利用霸星魔花来提升修为的。楚风，听我一句，千万不要打霸星魔花的主意。我的血脉之力有些特殊，我能感应到一些你们感应不到的东西。霸星魔花绝对不可以用来修炼。月仙一脸凝重地说道，话语之中很蕴藏着警告的意味。只是听到这里，楚风的脸色却也有些不太好看了，并且低声叹道，若是这样，似乎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楚风，你这是何意？该不会你已经对霸星魔花动手了吧？月仙问道。楚风倒是并未隐瞒，而是点了点头，并且将事情的经过告知了月仙。你坐下。得知事情经过，月仙对楚风说道。楚风虽然听从月仙的话，立刻盘坐下，但还是忍不住问道，前辈，你要做什么？对于楚风问的话，月仙没有回答，而是双手叠加，捏出一道奇特的法诀。忽然之间，自月仙的身体之中便再度涌现出耀眼的光华，与此同时，独特的气焰也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那气焰神圣无比，且美轮美奂，宛如仙气一般。只是那气息释放而出后，却井然有序，竟然形成了一座覆盖草原万米的大阵，光芒璀璨，神圣无比。在这流动着神圣光华、美轮美奂的阵法面前，红色的草原、清澈的湖泊，这样平凡的景色都变得不值一提。那不是结界大阵，而是血脉大阵，这月仙独有的血脉大阵。霸星魔花必须取出来。楚风，你配合我一下，让我这阵法力量进入你体内，我会帮你将霸星魔花取出来。月仙说做便做，立刻运用阵法的力量进入楚风体内。而楚风也不怠慢，已经知道霸星魔花的危害之后，也是配合着月仙的力量，想将灵魂之中的霸星魔花送离自己的体内。只是很快，楚风便真正的发现到了这霸星魔花的厉害。霸星魔花就好像生长在了楚风的灵魂之中，想将它弄走非常之难，甚至月仙阵法的力量稍微强了一些，楚风都会感受到钻心的痛。这种情况下，月仙也只得小心翼翼，而楚风更是用尽全力配合月仙，可依旧没有办法。转眼间，那刚刚亮起的天空又变成了漫天繁星，一个白天都过去了。可楚风体内的霸星魔花依旧在楚风的灵魂之中，虽然经过月仙的和楚风的努力，霸星魔花的位置已经稍微移动，可是这移动的范围却是非常之小。若是按照这个速度，别说再过几日时间，就算再过几年，也未必能够将这霸星魔花从楚风的体内弄走。这个味道，然而就在楚风全力配合之际，却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涌入了楚风的鼻腔之中。本来楚风全心投入在那霸星魔花之上，可当他闻到这股气息之后，楚风却不由得被吸引了。那是一种很诡异的味道，说不清楚的感觉，它不是很香，甚至很淡，可偏偏它蕴藏着极大的吸引力，让楚风想去弄清楚它的来历。但是当楚风仔细去闻它，
却忽然发现他不见了，消失的彻彻底底，就好像未曾出现过一样。霸星魔花呢？可是下一刻，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当楚风收回意识，准备继续配合月仙将体内的霸星魔花弄出来的时候，他惊愕地发现体内的霸星魔花竟然不见了，消失的彻彻底底，就如同那气息一样。但这太诡异了，明明刚刚和月仙配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只是让那霸星魔花在体内移动了一点点而已，怎么转眼间就消失了呢？而与此同时，月仙也是收回了自己的阵法。楚风，怎么回事？还不待楚风说话，月仙便率先开口了：“前辈，我还想问您呢，霸星魔花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了呢？难道你也不知道？”楚风问道。月仙没有回答，但却陷入了沉思。楚风，仔细感应一下你的丹田，看看是否有那霸星魔花的踪迹。月仙很是紧张地问道。查看过了，并没有，在我的身体内，他不可能躲得过我的追踪，他是真的不见了。楚风之所以如此确定，是因为他早就查看过了，霸星魔花不在他的灵魂内，也不在他的丹田内，消失的彻彻底底。真是奇怪，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难道是霸星魔花自己逃了？月仙低声说道。那霸星魔花还会自己逃跑？楚风有些惊讶，他仔细观察过霸星魔花，霸星魔花虽然很神秘，也蕴藏着难以估算的力量，可楚风却发现他还没有孕育出足够的灵智，就算有危险，也可能是本能的反应，按理来说不会自行逃脱才对，还是有这种可能的，虽然可能性很低，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从你的体内消失便是一件好事。月仙说道。那倒也是。楚风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只是他仍然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蹊跷了一些。之后，月仙又与楚风简短地聊了几句，随后便离开了。看着月仙消失的背影，楚风十分不舍。他不舍的不是月仙，而是苏柔和苏美。但楚风很快就调整了情绪。一路走来，楚风已是见惯了离别，就算不舍和难过，可楚风却也能够很快的适应，毕竟他还有着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月仙离开后，楚风也是立刻启程，他要回到圣光天河，回到祖武星域，回到大千上界，去见一见自己的族人们。霸星山庄一事很快传开，当人们得知有一位名为楚风的天才将魂磊和魂勇两位绝世天才抹杀后，所有人都是感觉不可思议，尤其是楚风的手段，更是让许多人怀疑这不是真的。一个6品至尊的人，怎么可能抹杀掉8品至尊的魂磊呢？但不管信或是不信，这件事都在这方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不因别的，只因魂磊和魂勇乃是这个世界最出名的天才人物。而当这件事传入锁魂宗宗主耳中后，锁魂宗宗主二话不说，率领着锁魂宗一众顶尖高手，便前往了霸星山庄。只是当他们赶到霸星山庄，看到霸星山庄那狼藉的模样后，原本杀意滔天，是要为自己弟子报仇的锁魂宗宗主忽然慌了，连霸星山庄都被屠灭了，他们不是找死吗？意识到事情不简单的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入霸星山庄，便带着锁魂宗的一众精锐回到了锁魂宗。可是当他们回到锁魂宗的时候，却发现锁魂宗的大门前坐着2名年轻貌美的女子。而当那2名女子看到锁魂宗大军归来，不仅丝毫不惧，反而其中一位站起身来：“哟，总算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就怕你们是逃了。”起身的女子对锁魂宗宗主说道：“姑娘，你是何人？为何在我锁魂宗出言不逊？”锁魂宗宗主凝声问道。此时他心情很是不好，可他看着2位姑娘的样子不像寻常之辈，所以哪怕对方出言不逊，他也是强忍着心中怒火，并未立刻发飙。宗主大人，他们就是那个与楚风认识的人。突然之间，精锐大军最后方的一名弟子跑了过来，原来在霸星山庄的修炼禁地时，他也在场，亲眼见证了一些事情的经过。不过因为他胆小怕事，在魂磊等人还没有进入仙洞之时，他便趁机逃脱了，而他也成为了那进入修炼禁地的锁魂宗弟子中唯一一个生还的人。他一眼就认出，那此时坐在他锁魂宗大门前的2名女子，便是与楚风相识的宋允和宋雪儿。这2个女子与楚风相识，本来也在仙洞外，可不知何时便逃走了，没想到居然来到了此地。你们认识那个楚风？锁魂宗弟子怒声问道。认识，怎么了？宋允漫不经心地说道。告诉我那楚风在哪，不然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锁魂宗宗主说话之间，体内的威压释放而出，化作无形的牢笼，将这方天地封锁了起来。可是感受到那封锁天地的威压，宋雪儿只是轻蔑地看了一眼，便将目光投向了锁魂宗的大军之中，但却落在了那名指出自己的身份的弟子身上。喂，霸星山庄修炼禁地的时候，你也在场对不对？宋雪儿问道。对，我就在场，我亲眼看到你们与那楚风走在一起，你们关系非同一般，休想抵赖。那名弟子可能是因为有人撑腰，明明胆小怕事，可此刻却是喊得非常大声。不过对于他的怒吼，宋雪儿就像没听到一样，反而是对其说道：“既然你在，那就再好不过了。当日我说过，不管是谁，只要欺负了我妹妹，我就会让他不得好死。这句话你还记得吧？”宋雪儿对那名弟子问道。而他的这番话更是勾起了锁魂宗众人的怒火，狂妄之辈。猛然间，一股磅礴的威压化作无形的利爪，向宋雪儿抓了过去。是锁魂宗的一位太上长老。然而，当那无形的威压靠近宋雪儿之后，就如同撞到了无形的墙壁，居然弹开了。此时莫说是那位长老，就连锁魂宗的其他人也是神色一动。这位太上长老实力极强，乃是一位1品5尊境的高手，在锁魂宗内可以说是仅次于宗主的顶尖高手。可是按照那位弟子所说，这宋雪儿不过是区4品至尊，怎么可能挡得住这位太上长老的威压？而就在此时，索雪儿的嘴角忽然掀起一抹笑容，那是一抹冷笑。看到那抹笑容，就连锁魂宗宗主也是心头一颤。身为堂堂宗主，这锁魂宗的最强者，他竟然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慌了，他的内心涌现出了一种恐惧，他也说不清为何会有这样的恐惧，可这种恐惧让他很是不安。臭丫头，我看你到底有何本事！那位出手的长老再度出手，这一次他亮出了兵刃，且身形一纵，直接向宋雪儿飞掠而去。可是那位还未靠近宋雪儿，便忽然被定在了半空之上。这丫头，此时人们能够感受到宋雪儿的威压，她原来不是4品至尊，而是一位2品武尊。2品武尊，难怪他能够挡得下那位长老的威压。此时锁魂宗的数万大军皆是吓得乱了阵脚。他们都知道，锁魂宗虽有魂磊和魂勇2位绝世天才，可是锁魂宗的整体实力并不是特别强。他们的宗主大人虽是武尊境高手，但实际上也只是2品武尊。可他们宗主大人已经修炼了上万年，乃是一个老怪物级别的。可那个宋雪儿分明还是一个小辈啊！小辈能够拥有如此修为，那在整个九魂天河也都是非常了不得的存在。直到此时，锁魂宗的众人才意识到，他们似乎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姑娘，我们之间似乎有些误会。锁魂宗宗主开口了，没有了先前的霸道，更是没有了先前的杀意。此时那柔和的口气，分明就是要和宋雪儿和解。然而，对于锁魂宗宗主这句话，宋雪儿却是淡淡一笑，随后手掌探出，对着那位被骑定在虚空之上的长老猛然一握，咔嚓一声，那位长老的脖子便被宋雪儿隔空扭断。那位在锁魂宗内实力仅次于宗主大人的长老，已是死在了宋雪儿的手中。我说过，敢欺负我妹妹，我就会让她不得好死。宋雪儿在杀了那位锁魂宗长老后说道：“这位姑娘，我宗弟子得罪你，我在这里向你赔个不是。可那终究是个人行为，何况他们都已经死了，你没必要将这份恩怨算在我锁魂宗身上。我锁魂宗的这些长老和弟子都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做过招惹你的事啊。”锁魂宗宗主并没有打算替那位长老报仇，反而在极力解释着，弟子做错事乃是宗门教育不当，这份责任当然要你们一起承担。宋雪儿说话之间，一道寒光掠过，在其手中出现了一把银色长剑。下一刻，宋雪儿便手持银剑杀入了锁魂宗的大军之中。只见其手臂挥动，剑光肆虐，那锁魂宗的众人就如同杂草一般，被那剑光切成了碎片。该死！眼见对方软硬不吃，锁魂宗宗主也是没有办法，只得亮出兵刃，与宋雪儿站在了一处。起初他并没有施展全力，只是想要阻拦宋雪儿罢了。可是很快他发现，宋雪儿虽是小辈，可其战力却非常之强，他若不尽全力，根本就不是宋雪儿的对手。无奈之下，他也只得施展全力。可是后来发现，哪怕施展全力，也根本不是宋雪儿的对手。很快，宋雪儿手中的长剑便砍中了锁魂宗宗主，虽不致命，可却也让其鲜血直流。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宋雪儿手中的长剑不断命中锁魂宗弟子，1剑、2剑、3剑、10剑、100剑。转眼之间，堂堂锁魂宗宗主竟然已是浑身是伤，满身是血。可再看宋雪儿，不仅一副悠闲的模样，嘴上还挂着一抹笑容，那笑容是如此的美。可是此时在锁魂宗弟子眼中，就好像看到了魔鬼的笑容，让他们不寒而栗。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完了，连他们的宗主大人都不是这丫头的对手，他们还有谁能逃走？住手！可就在此时，一声怒吼忽然响起，瞬身观望，已经绝望的锁魂宗众人就像是看到了希望一样。原来是锁魂宗内的一位太上长老出手了，他的修为虽然不如宗主大人，但却也是一位1品武尊境的强者。最重要的是，此时的他抓住了宋允，手中一把匕首就放在了宋允的脖子之上。而人们都知道，这宋雪儿和宋允的感情似乎很不一般，毕竟今日这宋雪儿就是因为这宋允大开杀戒的。既然宋允被抓，宋雪儿必然是要顾及其安危的。也许今日他们真的能够得救，再不住手，我就杀了他！锁魂宗的那位太上长老再度大声怒吼道。可是谁曾想，看到自己妹妹被人挟持，宋雪儿不仅不紧张，反而放声大笑。她的笑声非常的刺耳，让人们感觉不知所措。我本来只是想玩玩，吓唬吓唬你们，还真的没有打算灭掉你们锁魂宗。但是现在你们锁魂宗想不灭都难了。宋雪儿说道。少废话，立刻收起你的威压！那位太上长老对宋雪儿大喊道。可忽然之间，虚空之上传来一阵刺耳的轰鸣，雷声是有雷声炸响，紧接着原本晴朗的虚空顿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之际，瓢泼大雨也是随之落下。阴暗的虚空唯有雷鸣炸响之际，才能大地出现一片光芒。长老大人！可是人们再度看向那位长老，却是面色大惊。他们惊愕地发现，长老身前的宋允眼睛竟然变得血红，尤其是在这阴暗的环境之下，变得十分的显眼且恐怖。嘻！宋允的嘴角露出了一抹邪笑，而当其露出笑容的那一刻，锁魂宗众弟子更是吓得内心震颤，连汗毛都竖立起来。他们惊愕地发现，宋允笑的那一刻，他露出的牙齿竟然是一排血红色的獠牙。虽然他的面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可那血红的双眸以及满嘴的獠牙，一眼望去，分明就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而接下来宋允所说的话，更是让锁魂宗众人感到绝望。终于能大开杀戒了吗？宋允很是兴奋地说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在锁魂宗的这片天地内响彻不断，一场杀戮正在进行，但外人却是什么都听不到。原来是有着一层白色的雾气封锁了锁魂宗，那白色的雾气不仅遮盖了视线，不仅阻隔声音，也具备着结界一般的力量。它阻隔了一些人想进入锁魂宗，而这股力量持续了足足几日时间。起初这股力量只是阻隔了少部分人，可是当几日时间过去后，不仅从外面归来的弟子和长老越聚越多，就连来锁魂宗拜访的宾客也是越聚越多。而随着魂磊和魂勇之死的传开，也有很多人想知道锁魂宗的反应，所以前来围观之人也越来越多。但无一例外，
这些人都被那白色的雾气拦在了外面。这雾到底是何来头？锁魂宗内发生了什么不成？对于这种情况，人们都很好奇，这力量从何而来？他们聚集于此，无法进入，只能一边议论一边猜测。快看，这力量好像变弱了！忽然之间，有人大声呼喊起来。果然，那阻挡了众人的力量消失。此时人群之中涌现出了复杂的情绪，有紧张，有激动，自然也有不安和恐惧。天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然而，当白色雾气彻底消散，人们可以看清锁魂宗的一切后，在场之人无一不是脸色大变。胆子大的还好，胆子小的转身便跑，更是有人直接昏死了过去，甚至有许多心理脆弱的小辈更是趴在地上不断的呕吐着。而那些锁魂宗的人更是哀嚎连连，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锁魂宗的建筑结实完好无损，可是锁魂宗之外却到处都是锁魂宗之人的尸体，血腥的臭味扑面而来，十分浓烈。尸体很多，但却无法辨别到底是谁，因为那些尸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他们的非常的凄惨，他们四分五裂，并且那个样子像是被蛮力撕扯开来，惨，非常的惨。但实际上这个场面用恐怖来形容才更加贴切。怎么会这样？这到底是谁做的？是那个叫做楚风的天才吗？还是说那两个偷盗者？众人并不知道这一切乃是宋允做的，于是便将这件事扣在了楚风的头上。毕竟楚风刚刚在霸星山庄将魂磊和魂勇杀死，这个梁子已经彻底结下。果然那个天才来历不简单，不仅霸星山庄被毁，连锁魂宗也被屠灭。武者世界果然藏龙卧虎，看来以后做事要低调一点了，不然说不定得罪哪个了不得的家伙，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当人们猜测这可能是楚风所做的之后，并没有责怪，反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楚风敬畏起来。这种可怕的存在，谁敢得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真正的凶手不仅不是楚风，那真正的凶手还在这个世界，并且距离这所魂宗其实并不远。距离锁魂宗数百里之外的一片丛林中，有着两个美丽的身影，那便是宋允和宋雪儿。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了几日时间，毕竟屠灭锁魂宗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比花费太多时间。眼下，宋雪儿躺在一个吊床之上，颇为悠闲，而宋允则是席地而坐，双目紧闭，他在修炼。自从屠灭锁魂宗之后，来到此地，他便开始修炼。修炼已是持续了足足几日时间。忽然，悠闲的宋雪儿猛然站起身来，双目紧紧地凝视着宋允。原来是宋允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准确的来说是额头处，在宋允的额头处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印记，那黑色的印记还散发着黑色的气焰，而那印记的形态与霸星魔花一模一样，只不过这黑色的印记出现片刻便又消失不见。当那印记消失之后，宋允的眼眸也是睁开了。允儿，成功了！宋雪儿走上前来，甚是欣喜，算是成功了吧？宋允嘴角上翘，脸上绽放起甜美的笑容，那清澈的眼眸，清纯的脸蛋，再加上这甜美的笑容，青春的气息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若非亲眼所见，任谁都不会将这样一个美丽的少女与那屠灭了锁魂宗的魔头联系在一起。你这丫头可真行，居然利用了那个楚风，得到了这霸星魔花。宋雪儿说道。原来霸星魔花并没有凭空从楚风体内消失，而是被宋允拿了出来。刚刚宋允的修炼也是将那霸星魔花融入在自己的体内而已，正因融合成功，才会有那印记，那可不是利用。我也是想帮他，若不是我帮他，他怎么可能那么顺利提升一品修为？宋允说道。难道你不是怕直接摘取霸星魔花会有危险，所以才让他去做的吗？宋雪儿问道。当然不是，我那么喜欢他，怎么可能害他？宋允的小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样，可宋雪儿的目光却颇为玩味，她似乎并不相信宋允的话。我说允儿，你真的喜欢他？他虽然天赋不错，可他的身份可配不上你。宋雪儿对宋允说道。姐姐，我怎么觉得你很不像我喜欢我的楚风哥哥呀？该不会你喜欢他吧？我可是知道你和他的一些经历哦。宋允眯着眼睛问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宋雪儿连连摇头。听闻此话，宋允忽然笑了起来。那就好，那就好，姐姐不喜欢他就好。若是姐姐要和我抢他的话，小心我不念姐妹之情，杀了你哦。宋允笑嘻嘻地对宋雪儿说道。听到宋允要杀了自己，宋雪儿也不生气，反而也是笑了笑，这才对宋允说道。你这丫头还真是重色轻友，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男人，居然连姐姐都要杀了，哈哈，人家是开玩笑的，姐姐不会当真吧？宋允笑得更大声，那个样子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开玩笑。可是宋雪儿则是笑而不语，就那样看着宋允。好啦好啦，姐姐，你知道我是在开玩笑的吧？我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男人对你出手？咱们是什么感情啊？你可是看着我长大的，虽然我们不是亲姐妹，但也与亲姐妹相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回去了，若是晚了，我母亲大人她下次就不会放我出来了。宋允笑嘻嘻地说道。且此话说完，便御空而起，离开了这片树林。只是当宋允转身的那一刻，宋雪儿原本眯成月牙的眼眸却有了变化，她看着那越来越远的宋允，眼中竟闪过了一抹恐惧。楚风一路辗转，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大千上界。虽说认真算起来，其实楚风离开大千上界时间并没有太久，可是回到这片土地，内心还是有些感慨。人是有根的，对楚风而言，他应该有两个根，第一个便是祖武下界的九州大陆，而第二个必然便是大千上界了。虽不是从小在大千上界长大，可楚风却是在大千上界拿回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耀，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将自己那废子的头衔抹除掉，并且成为了楚氏天族引以为傲的英雄。虽说如今楚风在楚氏天族的地位已是顶梁柱般的存在，可这个过程
却并不容易。想当初刚来到这大千上界，难为楚风的势力还真是不少。哪怕回到楚氏天族，族内针对楚风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凶狠的追杀、卑鄙的暗害，都曾在楚风身上上演。那时的楚风虽是百炼凡界的王者，可在大千上界却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物，苦当真没少受。也正因如此，楚风才会感慨，尤其是感受自己体内流动的力量。楚风能够感受到一种东西，那便是成长。如今的他，比之当初离开时又成长了不少。虽然楚风觉得不够，可对于大千上界这种地方而言，楚风如今所掌握的力量，说是堪比神明也不为过。还是家的感觉好啊！楚风站在传送门前，伸了一个懒腰，活动了一下筋骨后，本想就此离开。楚风大人，大家快看，那是楚风大人！可楚风还未动身，便立刻被这传送阵周围的人团团围住。这其实很正常，楚风在大千上界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当今最出名的人物。他的名声早就超越了自己的爷爷和父亲。真的是楚风大人！楚风大人，您去哪了呀？楚氏天族怎么一夜之间全部都消失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众人围着楚风，紧张地询问起来。怎么了？楚风其实知道事情缘由，但还是向众人询问起他们所知道的事。至于在场的众人，也是纷纷讲述起来。而听到众人的讲述，楚风也算彻底放心。楚氏天族的确是从大千上界消失了，但却是在楚风的安排下消失的。而如今楚氏天族在何地，楚风是知晓的。楚氏天族无碍，大家放心吧，总有一日，楚氏天族会再度回到大家的视野中的。话罢，楚风便拔空而起，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总有一日会回来嘛。怎么觉得楚风大人这句话另有深意呢？看着楚风离去的方向，众人的脸上也是浮现出安心之色，但同时却也觉得楚风的话语似乎另有含义。至于楚风他，当然另有含义，因为在他心中已是有了一个决定。楚风直接前往了如今楚氏天族族人所居住的地方，虽然仍在大千上界，可却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这里没有奇花异草，也没有参天大树，就像是凡人居住的地方。之所以会如此平凡，乃是因为这片土地天地能量极为稀薄，也正因如此，此地几乎没有人烟，没有修武者会来这种地方。楚风在一处平原停了下来，这里什么都没有，可这里便是仙海少羽地图上所记载楚氏天族藏匿的地方了。楚风拿出一个卷轴，那是仙海少羽给他的。卷轴不仅是地图，其实也是一把钥匙。卷轴打开，在楚风的脚下便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漩涡，那是结界门。楚风进入结界门后，便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由至宝打造成的世界，这里有山川瀑布，还有江河湖海，而恢宏的宫殿更是遍布各处。最主要的是，楚氏天族的旗帜也是随处可见。只是进入此处后，楚风的心却忽然一紧。这里鸟语花香，养着不少珍奇异兽，可却看不到人的影子，莫说一个人都看不到，就连一丝气息也是感受不到。显然楚氏天族的族人并不在这里。你总算来了。忽然之间有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在不远处的山峰上有着一道身影，那是一个黑影，就像是一个影子，没有五官，没有嘴巴，连眼睛都没有，非常的诡异。楚风虽不知道他是谁，但却知道他绝对不是楚氏天族的人。你是谁？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楚风凝声问道。结，那位没有回答，反而是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你真的以为找来了那个仙海鱼族的小鬼帮忙，就保得住你的家人？能保得住你家人的只有你。可是显然你很让人失望啊。那位此话说完，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见状，楚风赶忙拔空而起，来到那位先前所在的山峰之上，可却发现那位已是消失的彻彻底底，连一道气息都没有留下，更是没有任何线索。你是谁？你为何要抓走我的家人？你到底有何目的？楚风连连追问，可对方却没有了回应，这让楚风甚是绝望。虽然没有和对方交手，但他知道对方的实力必然远在他之上。可楚风从未见过他，他为何要抓走自己的族人？而最令楚风绝望的是，他现在甚至不知道他的族人如今是生是死。出来，出来！你到底将我的族人怎么了？我与你无冤无仇，他们更是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如此做？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是在等我吗？你这样算什么？难道跑了吗？原来你不过是一个缩头乌龟罢了，只会虚张声势，真是一个没用的废物！楚风怒吼的声音在这个世界回荡，那震荡越来越刺耳，且言语也越来越难听。面对实力在自己之上的强者，楚风也没有办法，只能以激将法的方式，看看是否有效。若是对方真的就这样一去不回，楚风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虚张声势，现在的确有人在虚张声势，不过那个人好像不是我。忽然，那黑影的声音再度响起，楚风回头观望，那黑影竟出现在了自己身后。眼下近距离观望，楚风可以看出，对方的确就是一道影子，没有眼睛，没有嘴巴，没有气息。可是他站在那里，楚风却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甚至那是从未有过的威胁。你为何要抓走我的族人？我并不认识你。楚风凝声说道，语气也变得平和了许多。面对这种强大的对手，楚风也不敢太过放肆，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放肆的资本。他不怕自己如何，但是他害怕整个楚氏天族的族人因他而遭殃。你招惹过谁？你自己不知道吗？那黑影对楚风问道。听闻此话，楚风心中一紧，自己招惹过的人实在太多了，但大多数都已经被自己解决了。难道是自己招惹过的人之中，有谁是有着不得了的背景？到底是谁？楚风问道。那黑影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这才说道，看来是得罪过的人太多，想不起来了。黑影根本没有面孔，也看不到表情，可从他的语气，楚风却听出了嘲讽。直觉告诉楚风，这位绝非善类。而楚风能够感受得到，仙海少羽以至宝打造这个世界，防御力极强，这位
却能够破开那防御，进入此地，足以见得他的实力必然极强。在这种强大的对手面前，楚风感觉异常的无力。既然是我得罪了你，有什么事就冲我一个人来，放过我的族人。楚风说道。冲你一个人？好。那黑影淡淡的笑道。可忽然，那黑影如鬼魅般来到身前，速度太快。当楚风反应过来时，只觉得胸口一阵刺痛，低头一看，那黑影的手臂已是穿过了自己的胸口。猛然间，楚风发出了一声惨叫，那黑影的手掌进入楚风的胸口，握住了楚风的心脏。按理来说，楚风如今的境界，肉身破裂也不会死，可这黑影握住的不仅仅是肉身，还有楚风的灵魂。黑影的手掌内有股诡异的力量自楚风心脏蔓延全身，楚风只觉得自己身上的肉好像在被人用刀一片一片的割掉，血管内的血液被汹涌的抽走，连骨头也被震碎。然而很快那黑影便将自己的手从楚风的胸口抽离，楚风终于摆脱了那痛苦，连连倒退数步才稳住身形。此时的楚风从外表来看并无一点伤痕，就连自己那明明被对方洞穿了的胸口也是一点伤痕都没有。那并不是楚风愈合的，好像是对方的手段。可楚风此时却是冷汗连连，气喘吁吁，连站稳都是非常的吃力。楚风再度看向黑影，心中忌惮更深。那黑影先前的手段太可怕了，对方只是折磨了楚风一瞬间，若是长时间折磨，楚风必然会精神崩溃。可对方既然与自己有仇，为何不直接杀了自己，会继续折磨自己，反而点到为止？你好像不怎么怕我。黑影看着楚风问道。虽然楚风心中惊恐，可脸上并未表现出太多恐惧。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要伤及无辜。楚风说道。有种，既然如此，我给你一个救你族人的机会。那黑影说话间，大袖一挥，在楚风面前的悬崖之上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漩涡。漩涡起初漆黑，宛如墨水在搅动着，但很快漩涡变得清晰起来。在这漩涡之中流淌着诡异的气焰，还有阵阵哀嚎传出，危险的气息以及一股恶臭扑面来。此阵踏入者九死一生，你若敢踏入其中，我就考虑放过你的族人。那黑影指着黑色的漩涡说道。做人要讲诚信。楚风对黑影说完此话，便纵身一跃，跳向那黑色的漩涡。可是当楚风双脚落地之时，却发现他还是站在山峰之巅，那黑色的漩涡居然不见了。果然有种。黑影对楚风说道。你这是何意？楚风凝声问道。这世间贪生怕死的人很多，不怕死的人很少，可偏偏不怕死的就是最难对付的。若是就这样让你死了，未免太便宜了你，所以我改变主意了，不能让你这么快死。黑影此话说完，身体便开始如气焰一般消散。你别走，讲话说清楚，我的族人到底去哪了？到底是谁？你是想为谁报仇？楚风连连问道。放心，你的族人还没死，只是他们现在被关着的地方也没那么好受，这个给你，就当做是你有勇气跳入阵法的奖励。但是能不能够救得了他们，嘿嘿，还是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那黑影还是消失了，可是当他消散后，其刚刚所站立的位置却出现了一个卷轴。楚风不甘心，开始再度呼唤那位，可这一次无论怎样呼唤，说什么样的话，那黑影都是没有任何反应。楚风知道这黑影是真的走了，无奈之下，楚风只得捡起卷轴，打开之后才发现全是一幅画卷。画卷上面是一幅场景图，那是一个火山口，火山口上立于群山之中，高度穿过云端，位于云海之上。明明四周山脉皆是被绿色覆盖，可火山口的上方却尽是白雪。单看这幅画卷，此景象倒是挺美的。我的族人真的被关在了这里。楚风想着，此地看上去还不错，若是族人真的被关在这里，那说明情况似乎还可以，不像有太大危险的样子。但与此同时，楚风也开始在脑海中搜寻着与那画卷上的景象相近的地方。楚风四处闯荡，见过太多美景，可楚风记忆力很强，他所见过的他都会记得，所以楚风可以确定他并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楚风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立刻离开了这个地方。楚风决定去一个地方，那便是祖武龙城。楚风想要拜会龙道之，龙道之不仅对祖武星域了解，对整个圣光天河也是有些了解，也许龙道之会知道这个画中的地方是何处。况且楚风还为龙道之准备了一件礼物，那便是三龙盘魂锁。这三龙盘魂锁是一个只有龙氏族人能够开启的修炼宝物。当初刚认识龙小小的时候，龙小小找楚风帮忙，就是想要开启那藏有三龙盘魂锁的遗迹。而巧的是，那遗迹刚好是牛鼻子老道所留下的。其实在龙小小等人开启遗迹之前，三龙盘魂锁就被牛鼻子老道收走了。龙小小他们不仅白跑了一趟，更是险些被悟道圣尊的弟子洞察天师所害。后来楚风对牛鼻子老道讲述了龙小小等人的经历后，牛鼻子老道便直接将三龙盘魂锁交给了楚风。起初楚风就觉得三龙盘魂锁对于龙小小和龙道之应该都有帮助。后来龙小小在楚风和牛鼻子老道的帮助下，融合了龙脉之源，三龙盘魂锁这种修炼宝物对他而言帮助也不会太大，所以楚风便一直留着三龙盘魂锁，想着有朝一日可以交给龙道之。毕竟龙道之曾多次救过楚风和楚氏天族，可以算是整个楚氏天族的救命恩人。相比于龙小小，龙道之的恩情更大，这份恩情自然是要还的。于是楚风便前往了祖武龙城所在的地方。楚风不仅有至宝在身，如今结界之术更是今非昔比，所以哪怕跨越世界，速度也可以很快。当楚风从远古传送阵走出的时候，他已是来到了祖武龙城所在的世界。祖武龙城如今所在的世界领土面积很大，是一个大世界，而这个世界除了祖武龙城外便没有其他势力的人，因此这个世界的景象较为原始，
到处都是参天大树，随地都可听见野兽的咆哮，而那些繁华的宫殿几乎看不见。楚风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可因龙道之曾给过楚风令牌和地图，所以楚风道也是轻车熟路，快速的向祖武龙城所在的方位行去。有异象，是有人在开启遗迹吗？忽然，楚风目光一动，他发现前方的山脉内有隐形的气焰和微光闪烁，那是有至宝的模样。而那气焰和微光的变化，楚风可以推断，应该是有人正在想办法挖掘出那宝物。是祖武龙城的人吗？楚风想到此处，便向那散发着异象的地方飞掠而去。因为楚风开启了天眼，所以他的所视范围非常之远，明明距离那地方还非常的遥远，但那里的一切，楚风却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是他们？此时楚风有些惊讶，但也有些惊喜。他发现，在一片山脉之中，的确有着一座遗迹。那遗迹并不是新的，说明很早以前就有人开启过。现在有着一伙势力的人正在开启着那座遗迹，他们的身上有着开启遗迹的钥匙，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开启这遗迹倒也不是一件难事，只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罢了。可这伙人并不是祖武龙城的人，而是星陨圣地的人。星陨圣地为何地？星陨圣地乃是大千上界的势力，可以说是大千上界内除了楚世天族外的最强势力。而当初楚风刚刚从百炼凡界回到大千上界之时，与这星陨圣地倒还是发生了一些故事。可是星陨圣地的人怎么会跑到祖武龙城的领地开启遗迹？毕竟祖武龙城可是整个祖武星域最强的势力，如星陨圣地这种势力，在祖武龙城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堪比蝼蚁。按理来说，星陨圣地连来到祖武龙城的领地都不敢，就别说在祖武龙城的领地开启遗迹了。这便是楚风好奇的地方了。而让楚风感到惊喜的地方，乃是如今星陨圣地的人马之中，还有着一些熟悉的面孔。尤其那位身穿白裙的美丽女子，宛如仙子一般，在那些俊男美女之中，她也是非常的耀眼。而这位女子便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也算是楚风结识已久的好友。夏雨儿与星陨圣地的一众高手都在开启那遗迹，虽然他们有开启遗迹的钥匙，可是因为结界之术实力有限，想要开启这遗迹，倒是需要花费不少功夫。楚风本想直接露面，可却觉得他们出现在此地开启这遗迹，也许另有缘由，自己直接出面可能也有些不好。反正楚风的目的只是想要帮一帮他们，明帮暗帮都是一样。于是楚风决定自己暗中帮忙。想当初，楚风与夏雨儿乃是实力相近的小辈，那个时候星陨八仙对楚风而言都是只能仰望的大人物，如星陨圣地圣主那种存在，更是楚风连见都没有资格见的。可现在整个星陨圣地全部高手与楚风一战的话，楚风也可在意念之间就让他们全部飞灰烟灭，这便是境界的差距。当然，楚风虽当初与他们有些过节，可后来早就和解，并且成为朋友，这也是为何楚风要暗中帮他们的原因。当楚风出手之后，原本难以开启的遗迹顿时变得势如破竹，星陨圣地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遗迹就快要成功开启。一时之间，星陨圣地的众人欣喜若狂，大家集中精神，施展全力，争取一鼓作气打开这道遗迹。星陨圣地的圣主发话后，星陨圣地众人一个个咬紧牙关，恨不得将全身的结界之力都释放而出。且在这种状况下，那遗迹果然顺利开启。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能够如此快速的打开遗迹，与他们关系并不大，而是楚风暗中帮忙。遗迹大门打开之后，虚空之上的异象变得清晰起来。本来那异象是隐藏的，只有楚风这种观察力强的人才能发现，而现在那异象自大地冲天起，莫说修武者，就算是凡人也可自远处看到这种景象。那是什么人？楚风目光本想立刻现身，但却犹豫起来。那异象吸引来了一些人，那些人楚风并不认识，可从他们的服饰，楚风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祖武龙城的人。星陨圣地来到此地，楚风已是非常不解，怎么现在又有其他势力的人来到了这里？是祖武龙城邀请众人而来，还是祖武龙城的领地发生了什么变故？不过楚风眼下注意到那些他不认识的身影，似乎来者不善，所以楚风并未急着现身。楚风想看一看那些人究竟想要如何，是否是想抢夺这遗迹内的宝物？若不是便也罢了，若当真如此，就算星陨圣地能忍，楚风也绝对不能忍。先不说如今的祖武星域乃是楚世天族的天下，单说星陨圣地乃是大千上界的势力，楚风就应该为他们撑腰做主。果不其然，那些人就是冲着这遗迹来的。星陨圣地的人刚刚打开遗迹大门，还未踏入其中，那几道身影便已飞落而下，站在了遗迹大门前。落下之后，二话不说就要向那遗迹内走去。然而他们还未踏入其中，一股威压便将那遗迹大门封锁起来。是星陨圣地的圣主，敢拦我？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那几人之中的一名女子转过头来看向星陨圣地的圣主，她的脸上尽是高傲之色，完全没有将星陨圣地圣主放在眼中。我管你们是谁，这遗迹乃是我们开启的，你们凭什么踏入？夏雨儿很是愤怒地说道。凭什么？你这种卑微的东西居然敢问问凭什么？这么说吧，我们愿意踏入你们开启的遗迹，是你们的荣耀。那名女子说话之间便将一块令牌拿了出来，令牌上面写着飞羽天宗4个大字。而看到这飞羽天宗4个字之后，星陨圣地众人皆是面露紧张之色。抱歉，我不知你们乃是飞羽天宗之人，多有得罪，还请见谅。此时就连星陨圣地的圣主也是立刻收起了封锁大门的威压，并且还卑微的施以一礼。见此情形，那几人的脸上都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你这只蝼蚁还算懂事。那名为首的女子对星陨圣地的圣主说道。听闻此话，星陨圣地众人的脸色都变得不太好看。那可是他们高高在上的圣主大人，居然被对方称为蝼蚁。但那些所谓飞羽天宗的人却根本不在乎星陨圣地众人是何感想。此话说完，
便转过身去，准备踏入遗迹之中。站住！可就在此时，夏雨儿的声音却忽然响起：“我不管你们是何身份，可各方势力开启对应遗迹，不可互相侵犯，更不可抢夺，乃是龙城主定下的规矩。你们这乃是违背了龙城主的意思。”夏雨儿高声说道：“你再说一遍。”那名女子止步回头，很是不善地看着夏雨儿：“雨儿，不要再说了。”夏雨儿很是不服，本想再度开口，可星陨圣地的高手却赶忙拦住了夏雨儿。不仅拦住了夏雨儿，还一脸笑容地向女子解释起来：“她不懂规矩，还请不要介意。”星陨圣地的众位长老笑盈盈地说道。可星陨圣地如此卑微的态度，并未得到女子的体谅，女子反而冷冷地瞪了众人一眼后，脱口而出：“一群废物！依我看，你们才是废物吧？”可谁曾想，就在这时，又有一道声音自星陨圣地的人群之中响起。此话一出，星陨圣地的众人顿时吓得心中一紧，暗叹不好。倘若先前夏雨儿的话只是顶撞，那么这句话可就是找死！敢说我是废物，你们这些蝼蚁是活腻了吗？果然，这一声废物将飞羽天宗的那名女子激怒，她的目光恶狠狠地在星陨圣地众长老与弟子之中扫动着，而飞羽天宗与那女子同降之人更是纷纷拿出兵刃，那个架势，只要找出是谁说的这句话，就立刻将其斩杀。最重要的是，当那些男子拔出兵刃的一刻，自他们体内也是释放出了强大的威压，那皆是尊者境中期，如此修为足以将他们星陨圣地众人全部抹杀。此时莫说旁人，就连夏雨儿也是吓得愣住了。他虽然早就知道乃是祖武龙城的客人，但却没有想到他们修为竟然强大至此，随随便便一个人修为都比他们的圣主大人还要强横。毕竟他们的圣主大人还只是尊者初期而已，是谁怎敢在诸位大人面前胡言乱语，还不出来认错？眼见不妙，星陨圣地的一些长老们也在寻找着那名说话之人，他们可不想因为一个人而毁掉整个星陨圣地。在宗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也只能选择舍弃一些东西。可奇怪的事发何时能了？无论是飞羽天宗还是星陨圣地的人，竟然都未能在那人群之中找到说话之人，连开启遗迹都要抢夺他人，为求自保，只能抬出宗门撑腰，难道还不废物？然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那声音再度响起，声音依旧自人群之中传出，可这一次人们却依旧难以在人群之中找到那位说话之人的身影。混账，把他们都给我杀了！那女子勃然大怒，指着星陨圣地，众人怒吼开来。可她话音刚落，其身旁的人还没反应过来，那声音便再度自星陨圣地之中响起：“我劝你们不要乱来，否则谁出手，我就要谁命！”听到这句话，星陨圣地众人欲哭无泪，这分明就是要他星陨圣地与其陪葬。这就是人们找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如果能找出来，不用飞羽天宗的人出手，星陨圣地也会要其狗命。而那名女子更是气得嘴唇都在发抖，一双眼眸并射出了猛兽才有的目光。她用那颤抖的手指向星陨圣地的众人。其实眼下星陨圣地的许多人都已经开始求饶，甚至许多人都跪了下来。可那名女子却没有丝毫怜悯，反而是那声刺耳的怒吼：“想撤开来，杀！全部给我杀掉，一个都不留！我要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而这一刻，女子身旁的男子们也不犹豫，手握兵刃便向星陨圣地众人挥砍而去。兵刃挥动，顿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几道剑气已是同时向星陨圣地飞掠而去。但在星陨圣地众人眼中，他们根本看不清那剑气，他们只感到了死亡的气息。然而当他们觉得自己死定了的时候，那死亡的气息却忽然消失不见了。抬头观望，发现星陨圣地众人竟然无一死亡，不仅没有死亡，更是没有人受伤。而在看向飞羽天宗的那些人，一个个的目瞪口呆，就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这让星陨圣地的众人不知所措。可飞羽天宗的人却很清楚，他们的攻势被挡了下来，在这星陨圣地之中，有修为在他们之上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飞羽天宗真传弟子谢菲菲。不知道是因为愤怒还是想要自保，那名女子终于自报家门。可是下一刻，恐怖的一幕发生，那先前对星陨圣地出手的众人皆是身首异处，而鲜血喷洒而出，更是洒了那名女子满身。杀了，竟然真的全部杀了！那位竟然说到做到。这一刻，星陨圣地的人也是满面惊恐，他们恐惧的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杀了飞羽天宗的人，而是他们意识到，原来那位说话的人实力竟然如此强大。可先前他们以为那说话之人乃是他们星陨圣地中人，因为恐惧飞羽天宗的实力，对那位说话之人言语多有不敬。现在想来，岂不是得罪了不得的大人物？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此时有胆小的星陨圣地长老开始求饶，但人们都知道，这一次的求饶不再是对飞羽天宗，而是那位说话之人。我说诸位前辈，距离上次分别时间也并非太久，怎么你们都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忽然那声音再度响起，依旧是在人群之中，可是再度顺声观望，人们却已经可以看到那位的真容。看到此人，星陨圣地众人皆是大喜，尤其是夏雨儿等与楚风相识之人。楚风，原来是你啊！夏雨儿跑到楚风面前，在那精致的脸颊之上布满甜美的笑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位星陨圣地的圣女此时非常的激动。我说夏姑娘，别人听不出我的声音，我倒是能够理解，怎么连你也听不出来？你可真是让我有些失望啊！楚风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脸上却挂着淡淡的笑意。楚风虽是玩笑话，可夏雨儿却认真了，她急得说不出话来，想要解释，但不知该如何解释。楚风，你叫楚风对吗？我记住你了，我记住你了！胆敢杀我飞羽天宗的人，我绝对让你们无法活着走出星陨圣地！忽然，愤怒的咆哮响起，是那名女子。那名女子此时瘫坐在上，浑身是血，身体微微颤抖着，
虽然嘴上说着硬气的话，可是任谁都看得出来，他也被吓得不轻。在下处是天族楚风，你若想要报仇，就找我一个人。楚风说道。楚是天族，很好，我记住了。那名女子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随后便要纵身而起。可是当她要起身的时候，却惊愕地发现她竟无法动弹。而最令她恐惧的是，楚风已如鬼魅一般来到了她的身前。下一刻，楚风的手掌猛然探出，狠狠地捏住了那女子的脸颊，将其从地上给提了起来。我楚风很少欺负女子，但不代表我不会杀女人。你们先前杀心一起，若不是我的修为在你之上，躺在这里的就绝非你们飞羽天宗的几具尸体，而是星陨圣地的数万之人。虽出手的是他们，可罪魁祸首却是你。若说该死，你最该死。你知道我为何饶你一命吗？楚风对女子问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女子没有回答，反而不断哀嚎，在她的脸上更是泪如雨下。她是真的被吓到了。可看着这可怜兮兮的女子，楚风却没有丝毫同情。楚风知道这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女子，她绝对不是什么好人。我不杀你，是想要你去做一件事，回到你飞羽天宗，告诉你们宗门之人，杀了你宗族人的乃是我楚风。我马上就要去祖武龙城，你宗若要报仇，大可来祖武龙城找我。但我还有一句话，那就是谁敢对我出手，我就要谁狗命。若是不信，大可试试。此话说完，楚风便大袖一挥，将那女子甩在了地上。